你有很多想胜过的事，却怎么也胜不过吗？你每天都在跟烦恼、忧虑、脾气缠斗吗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一位年轻人，他拥有一栋极漂亮的透天别墅。这栋别墅总共有10个房间，他非常高兴拥有这栋房子，并且引以为傲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轻轻敲门，他开门，惊讶地发现原来是主耶稣。耶稣对他说：我敲门想要进来，你要让我进来吗？年轻人十分高兴，说：欢迎欢迎，这栋屋子最好的房间在楼上，里面有最好的家具，是最大最好的房间。我要把最好的房间给你住，请进请进。耶稣礼貌地对他说：谢谢你。第二天早上，又有人急急地敲门。年轻人心想，谁敲门敲得这么急？他打开门看看是谁，是撒旦。年轻人立刻斥喝：撒旦，你给我走开！撒旦说：不，我已经进来了。年轻人说：我不欢迎你。于是两人便开始扭打成一团。魔鬼整天都在年轻人心中注入污秽的试探，情况危急。到了晚上，年轻人才勉强把魔鬼推出去，将门锁上，他精疲力尽。然后他说：等一下，耶稣住在我家，他为什么不帮助我？于是他走到楼上说：我得问耶稣为什么不帮助我，我给他最好的房间耶。他走上去对耶稣说：主耶稣啊，难道你没听见撒旦整天在烦我吗？你为什么不帮我？耶稣说：孩子，在这10个房间中，你住了9间，我只住了1间。年轻人好像被敲了一下，说：哦，主啊，我知道我犯了错误，我们一半一半好了，你住楼上，我住楼下吧。耶稣是个绅士，他说：好的，谢谢你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没想到又有人急急地敲门了。年轻人说：糟了，一定是撒旦又来了。我不想开门，可是万一是别人呢？我怎么知道不是别人啊？我只要开个小缝就好了，偷看一下，如果是撒旦，我就赶快关门。于是他把门只开了一个小缝，从里面偷看是谁。又是撒旦，他赶快想要关门，但撒旦非常狡猾，他已经用脚挡住门缝。于是他们又扭打了一整天，情况实在激烈。到了晚上，年轻人才勉强把魔鬼推出去，将门锁上，他精疲力尽。然后他说：我得问耶稣为什么不帮助我。他走到楼上说：主耶稣啊，撒旦又来找我了，我给你5个房间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耶稣说：孩子，我们换个做法好了，你把10个房间都给我，然后你来住我家，而不是我来住你家。年轻人跪了下来，他把前门的锁匙拿出来，他说：主耶稣，我现在把整栋房子交给你，从今天起我要住在你家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出来之前，有人用力敲前门。年轻人还在睡觉，他吓得跳下来，哭丧着脸说：撒旦又来了。当他哭时，突然他听见房子里有脚步声。他说：我晓得了，我不再是房子的主人，拥有房子的主人必须去开门。他看见耶稣走下楼梯，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姿态。耶稣不只开一个小缝而已，他把门大大的打开。年轻人躲在耶稣后面，他想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当撒旦看见是耶稣站在门口，他就恭敬屈膝。撒旦说：不好意思，我敲错门了。让耶稣为你征战，耶稣会打击魔鬼，你站在耶稣后面。有些基督徒给耶稣9个房间，但在第10个房间的门口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：闲人勿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第10个房间放了污秽的东西，他们在那里犯罪，
他们不要耶稣进去，因为他会看出不对劲。神的眼睛像火，把整栋房子给耶稣吧，把整颗心给耶稣吧。房子比喻作心，我们需要将整颗心都献给主，甘心乐意侍奉主，所有全奉献，主必为你征战，并且必要得胜。